KO 吧。是没有多少地面进。哇！对方这种老将很会抓机会的。结束了！中国真正的少林武僧下山了。此时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河南小伙可不是一般人，他不仅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俗家弟子，还是一位实力远大于名气的顶尖悍将，甚至就连武僧一龙见到他也要老老实实的喊一声小师叔才行。苗立涛作为被老方丈钦点的少林寺总教头，有着极高的地位与威望。他此次下山的目的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在国际擂台上力证中国功夫和中国力量。而自踏上职业赛事的那一刻起，苗立涛便一发不可收拾，不仅拿下了13战13胜13次 KO 的耀眼战绩，还在国际擂台上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。然而就在他连战连捷，越战越勇之际，却突然杀出来了一位日本拳王泽田龙人。仗着自己与李小龙同一天生日，并且名字中还都有一个龙字，便坚信他是李小龙转世，甚至还大言不惭地给自己起了一个龙之子的称号。看来这脸皮是真够厚的，堂堂一个日本人居然敢碰瓷李小龙，这不明摆着是侮辱中国功夫吗？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黑短裤是中国选手苗立涛，白色短裤则是日本拳王泽田龙人。看到日本选手顶着一头黄毛，那就代表这场比赛会打得更加艰难，毕竟本就抗揍的日本人在黄色头发的加持下会变得更加顽强，最起码想要在短时间内将他们彻底打趴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然而苗立涛作为一位货真价实的少林高僧，岂会惧怕一个小小的日本冠军？此时比赛才刚刚开始，泽田龙人就迫不及待地邀请苗立涛进入地面。要知道，这家伙不仅是日本的柔术冠军，甚至还连续蝉联了3届摔跤赛事的冠军奖项。此时来到内围纠缠环节，泽田龙人就像是鱼儿得到了水一般欢快。赛做得非常好，是漂亮，很好。再次脱开，闪一下，Don't get the carry, let go. Let's do a single and return, take them down with double. 这个时候的话，泽田龙人并不想放弃自己拦腰抱住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把位。再次的一个布置呢，几乎都在自己的教科书上已经写清楚了。是，泽田，你腿要蹬，腿继续蹬。好不容易拿到了优势的泽田龙人根本就不打算轻易放过苗立涛。不过苗立涛既然敢登上擂台，那他必定也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。在得知本场比赛他的对手是一位日本人之后，不仅研究了各种地面技术，甚至还专门前往巴西进行了针对性训练。所以此时苗立涛挣脱不了束缚的同时，泽田龙人也施展不了任何动作。不得不说，日本这家伙的地面缠斗技术确实很强。别看他的体型很小，但一旦打起架来，却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凶猛。在这样的一个纠缠当中呢，对于苗立涛是一个不小的体能上的损失。现在苗立涛呢，还趁着体能比较充足的阶段，他必须要和对方来拼拼站立的拳击，不能再被对方带进自己喜欢的节奏。是的。好，重心压制，还是这样。龙边的弓箭步重心非常的稳定。好的，好的，重新回到站立了。调整呼吸，打硬劲，打一个后手啊，直接直走后手。还是要打站立。无论苗立涛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始终无法挣脱对手的束缚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泽田龙人这场比赛的打法战术就非常明确了，那就是通过在地面来完成对中国选手的瞬间终结。毕竟就他这小身板，如果执意与对手在站立对拼，那可能一拳就会瞬间将他打躺尸。然而是要为国争光的苗立涛也不是什么任人宰割的软柿子，就算在不擅长的环节，他也依然能凭借力量优势掌控比赛局势。更何况这才只是第一回合，两人的体能和状态都非常的充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泽田龙人想要完成降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侧向压制，这下很成功。泽田的额头怎么了？应该是在和苗立涛刚刚近距离对抗当中的头部被砸到了。是。好，1分钟的时间，苗立涛把自己的身侧完全压在泽田的身上。这个位置对于苗立涛颇为有利。这一下，哦呦！刚刚那一瞬间有一些大意了。是。泽田的身位翻转的能力非常强。其实侧控之后呢，应该要巩固那个身位。否则的话，1分钟的时间可长可短呢。对，看来泽田龙人是铁了心的想要与苗立涛打地面了。他再怎么说也是日本摔跤柔术的3冠王，如果在地面拿不到优势，那绝对会被笑掉大牙。
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泽田龙人的三脚猫功夫则表现得特别不堪一击。第一回合将近4分钟的比赛，两人在地面纠缠了就长达3分半。然而即使这样，泽田龙人不仅没有拿到该有的效果，甚至还会时不时的被苗立涛反压制。此时两人更是谁也不敢放松，丝毫警惕。尤其是对于泽田龙人来说，一旦回到战力环节，那他的下场绝对会特别的惨。肚子在打头，做一些立体的打击。这场比赛听这个场边 Kona 的这个介绍特别清楚啊，应该是这场比赛在收声话筒上面有了新的布局啊，听得特别清楚。没错，漂亮，以至于我们对于选手下一步的动作和预判都显得非常的明确了。所以大家也可以清晰的感受一下，在场边 Kona 是怎么样指挥比赛。没错。2分钟，2分钟，2分钟，按着他，做着动作，敲一敲，不要急着过腿，不要急着过腿，再敲，打肘啊，可以打肘。泽田龙人只要身处下身位，那他就会变得非常无赖，在控制苗立涛手臂，不让他施展动作的同时，还会时不时用拳头击打苗立涛的头部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貌似两人的体能都出现了大问题，只能互相大眼瞪小眼，而做不了任何的有效动作。但即使这样，全程处于被动的苗立涛也依然没有选择放弃。从他决定下山的那一刻起，内心就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为国争光。所以在少林寺潜修多年的他，岂会让自己最痛恨的日本人得逞？他也要到了一个很深的位置，漂亮，找缝隙就打他啊，找缝隙就打他，他没劲儿了，注意好自己的手，不要手。好清楚啊。没错，确实对方的体态也好，反应也好，很充分的展现到泽田龙人已经没有体力了。他在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前面的消耗太大。没错，尝试降服但没有成功，对他自己的自信心也受到一些影响。现在有机会能够过腿了，哎，对方的这个位置很被动，拿着背，还是拿背，拿背。这场比赛两人打的实在是太艰难了，尤其是对于不擅长地面但又不得不打地面的苗立涛来说，是一个艰难而又巨大的挑战。然而他在擂台上的表现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眼前一亮，无论是优势位也好，还是压制位也罢，他都应对的游刃有余。反观泽田龙人，作为日本的摔跤冠军，貌似实力也不怎么样，就算来到了地面缠斗环节，那又怎样？在爱国情节严重的中国勇士面前，他挨到的打一点都不少，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泽田龙人的劣势只会越来越明显。现在对于梅涛来说，4肢8体都可以使用，他想要裸脚降服对手吗？有一定难度啊，这个扣有难度，因为对方呢还扣着他的腿。对，反响了，还有10秒钟的时间。但是苗立涛已经足够有侵略性了，这个动作，而且对对手形成了一定的控制啊。泽田整个人显得非常非常痛苦。我觉得最后一个回合苗立涛打得不错。没错，最终苗立涛成功以绝对的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选手苗立涛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